多手下，值得吗？成大事者，不拘小节。今天一定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 为什么老是跟我作对？你犯上作恶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大哥，你尽量。你小子给你灌了什么迷魂药？居然为他买命！无主，这个天下是你跟我一手一脚打出来的。可是先皇传位于他。先皇，先皇，你又拿先皇来压我！我就是不服。 凭什么是他？就算选的是你，我也会认。孩儿说，咱们只能打天下，不能做天下。咱们做天下不行，我认了。咱们就应该打天下，他就应该做天下。这是什么道理？这是天命。天命，我就是不服。谁要杀我？ 就来吧，大哥，你放我回去，我会求皇上饶你不死的。我堂堂大晋勇士，只会战死沙场，怎么可能像一条狗一样摇尾乞怜？来吧，那就对不住了。 你
好，好。啊，皇上，除此之外呢，下官还特地为皇上备下了一件礼物啊。下官特地选择了一位扬州的绝色佳人献给皇上，请皇上赏脸。绝色佳人啊，不如这样吧，岳飞他常年征战，劳苦功高，朕就把这位江南绝色佳人赏给你做小妾，你意下如何？皇上万万不可，臣已有家室。哎，岳飞啊，今天你就不要扫朕的兴了。朕想喝你这杯喜酒已经很久了。臣恳请皇上，容臣见过这个女子之后，喝与不喝，再行定夺。好吧，就这么定了。哎，勿再多言，喝。诸位大人请。岳将军，这位姑娘是江南第一美人，是皇上特为将军挑选的，赐给将军做妾，还请将军笑纳。将军，让静妾为您更衣吧。不必了，我们隔帘说话即可。岳某之所以做到这里，不过是因为一纸皇命。岳某出身贫寒，四处征战，上有高堂，下有妻女。如果岳某娶了你，你就要吃粗粮，穿麻衣，住草房。我怕委屈了姑娘。将军，你不用再说了。你是我最敬仰的英雄，你为了我们大宋江山出生入死，征战沙场，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。能够陪在将军左右，是静妾的荣幸。你放心，我什么苦都不怕。承蒙姑娘厚爱，就算我岳某真的娶了你，我也绝对不会倾心于你。为何？难道将军是觉得我配不上您吗？不是，小姐是绝色佳人，世所罕见。不过，在下曾经答应过妻子，即使再富再贵，也不会对她心存二心的。
我想这样的生活，也不是你想要的。我们真的不合适，还请姑娘找个更好的归宿。告辞。张爱卿，你知道吗？当一个男人不求财、不好色，是很难掌控的。他到底想要什么呀？那只有第3样了，权。淮西军兵57600人，马3000匹，请皇上检阅。这城墙常年失修，简直不堪一击。今人若是来犯，该如何抵挡？皇上，好了好了，退下。朕自从海上归来，身体便一日不如一日，遍寻名医，亦无良方。可是如今，朕看到你们父子2人能够并肩作战，朕好生羡慕啊！皇上日夜为社稷操劳，龙体欠安，我们这些做臣子的，该多为皇上分忧才是。金人近来有何动静？自从金兀术杀死詹憨以来，金人那边消停了许多，但臣认为，金人正在厉兵秣马，准备再一次南下。哦，那伪齐那边情况如何？皇上，臣接到密报，金人废黜刘裕之后，意图改立先皇太子为傀儡皇帝。他们图谋制造两宋南北对立之局面。朕也听闻此事了，不知爱卿有何良策啊？金人惯行的就是以汉治汉，不过这一次他们这步棋走得狠了一点。对了，岳帅，你对伪齐颇有了解，你看应当如何？金人一贯主张以汉治汉，张邦昌、刘裕莫不如此。然而这次有所不同，先皇太子是赵氏的正根儿，一旦他在汴京登基，中原民心士气便心向新地，到时我们再想北伐，便难如登天了。皇上，为民心士气考虑，皇上需当机立断，册立太子，以破金人阴谋。大胆！作为武将，怎么可以干预内政？皇上尚无子嗣，拿什么来立太子？文官武将皆为大宋臣僚，忧心国事，怎分内外？皇上，若此时立了太子，便可攻破金人之阴谋，此为攘外。放眼历朝历代，立太子往往能避免群臣拥立新主，平定民心。皇上此时若立了太子，便能向世人展现一个胸怀宽广的君王，此是为安内。故而，立太子是攘外安内，平定天下之举。
请皇上三思。轻言随中。然而你手握重兵于外，朕的家事非卿所当顾啊。以前，朕拟定让爱卿掌管淮西军的军权。后来，淮西军向朝廷上报，说他们非常服从王德，希望朝廷能够把重任交于王德。这件事情，朕十分为难。据臣所知，王德和力琼素来互不服气，不相上下。如果把军权交给王德，恐怕会导致二虎相争。王德不行，你觉得张俊如何？皇上既然问起来了，臣只好据实回答。张宣府性子有些暴躁，谋略欠缺，恐怕力琼会不服。那杨仪中应该是高出这二人喽。仪中虽勇，但和王德差不多，恐怕也驾驭不了这支部队。一旦处置不当，变乱可能会在弹指之间。临安如今依靠这批人马驻守淮西作为屏障，如果派支淮西军即能平定中原的话，朕非常愿意。可是万一这个淮西军不但不能收复中原，而且还丢了淮西，那临安跟健康都难保全啊！岳飞，你可有想过这一点啊？臣有对策。近来颇有传闻，说泸州、寿州之间微有边境，经进一步调查才知道，乃是金贼乘隙渡淮，淮西军竟未能察觉，可见军中将领不明之甚。臣知道淮西军的将校中，有擅自拉了士兵逃往淮北的，而淮西方面却一直隐晦不报。皇上，淮西军如此混乱，朝廷却茫然不知，岂不是要坏了大事？若不将此军严加操练，如何能够拱卫东南周全？爱卿的意思是，淮西军统帅非你莫属啊？请皇上明鉴，臣真的不是图谋这支部队，但是有了这5万人马，再加上臣的本部兵马，即可出兵北伐。臣可以保证，不出3年，中原可复。朕知道了。朕与亲人不共戴天，北伐之时，朕何尝有一日敢忘于心啊？这个岳飞，一不贪财，二不好色。朕只知道他志向非小，今天看来的确如此。立太子的事应该是一早预谋好的，对淮西军又虎视眈眈，我怕他是另有所图啊。朕什么都可以给他，就是大军不行，要不然恐怕将来就麻烦了。
都赏赐于你，也不为过啊。朝廷正在多难之时，臣不敢迎接安乐窝。赵爱卿的意思，淮西军统帅非你莫属啊。请皇上明鉴，臣真的不是图谋这支部队。此事容朕再想一想。好词，好字。张帅怎么会有兴致冒雨之词啊？我听说你出了门，便一路跟了过来。皇上让我把这个交给你。淮西河军颇有曲折，淮西之兵须得朝廷指挥。若万千宠爱及卿一身，不顾下情，军心思变而酿大祸，其中委屈，卿宜息之。朕对卿之倚重，卿宜息之。皇上为何突然改变主意？这个我可不知道啊。但是王德担任总管，厉琼为副总管，这已经是成定局的了。我找皇上去。兄弟，皇上已经起驾回宫了，你还是回驻地待命吧，我还要处理交兵事宜。天威难测呀，这朝堂之上可不比在外边打仗，有很多事情不是你能打胜就可以全都解决的。兄弟，好自为之吧。
即日起，王德任淮西军总指挥，李琼为副指挥。凭什么让他执掌兵权？这是皇上的意思。李将军，从今日起，你可要好好的辅佐我，咱们两个同心协力，一起治理好淮西军。放屁！哎，二位将军不要吵了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以后还要同心协力，同仇敌忾才是啊。李将军，你对这样的安排要是不服气的话，大可向皇上去请愿。可是你敢吗？哼！你要干什么？放肆！把剑都收起来！哼，收起来！这是皇上的意思，你敢抗旨吗？哼！什么东西？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将军，现在咱们该怎么办？与其在王德手下受气，不如另谋高就。您的意思是？我们举头巾。啊？头巾如何取信于金人？对，我们不能空手去投，要备份大礼。皇上刚刚离开扬州，现在动手还来得及。皇上，有刺客，保护皇上！待你不保，你为何要反朕？我本不想反你，谁让你以王德为主？
以我为父，我不服。既然在这里受窝囊气，不如到北边去吃香的喝辣的。臭皇帝，你跑不了了，束手就擒吧！本将军带你去五国城，和你的家人团聚。你这比金人还要奸佞的狗贼！要真去五国城，真宁死不去！拿你的人头去投京也不赖。皇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恭喜张大人逢凶化吉，逃过一劫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还知道，力琼已经带着5万人马和10万百姓投金了。 既然你已经都知道了，那还恭喜我什么？我现在哪里是逃过此劫，我是在劫难逃啊！皇上一肚子火没处撒，一定拿我问罪，我该怎么办呢？ 秦大人，救我！你救我！力琼在你眼皮子底下投了金，不管怎么说，这都是你办事不力，责罚是免不了的。不过责罚也分轻重缓急，只要你在皇上面前言语得当。 我想，他会网开一面的。如何得当？淮西兵变，你难辞其咎。如果你见了皇上，只是就事论事。 在这里面绕来绕去的话，我看你这项上人头肯定不保，神仙都救不了你。可是，如果你跳出这个圈子，将矛头指向别人，那么你不仅可以脱罪，没准还会得到皇上的封赏。请相爷赐教。哎，
皇上，你没事吧？皇上，皇上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给皇上拿水！皇上，厉琼带了5万人马和10万百姓投了金人。御林军赶到时，张大人仍不见踪影。继续再追。是。水呢？怎么还拿不来呀？经历了苗刘、淮西2次兵变，皇上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武将弄权。如果你能将矛头指向岳飞，你觉得皇上会怎么想？皇上会更怕。相比之下，对你的怒就不算什么了。那岳飞可就大祸临头了。齐相国，你这招1石2鸟，高啊，真是高啊！去哪儿啊？去面圣啊。去面圣吧。你们这些废物！淮西兵变，5万大军，赵大人，皇上让你进去呢。走吧。张大人，该你了。罪臣该死，罪臣罪该万死。宣岳云觐见。臣岳云叩见皇上。岳爱卿，救驾有功，快请起。要是大宋多几个像你们这样的父子，朕就高枕无忧了。这把宝剑，随朕从归德一直走到这里，现在朕把它送给你，你以后要用它平奸除逆。谢皇上。起来吧。这次要不是岳爱卿及时赶到，
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！哦，对了，你是怎么知道厉琼会兵变的？微臣不知。那你怎么会出现在那边？我爹让我送奏折给皇上，正好遇到贼人图谋不轨。奏折？啊！皇上，臣眼疾有发，若朝廷无北伐之旨，臣岂交上兵权，还乡就义。回去告诉你父亲，他的奏请朕不准，让他速速回营。是。皇上，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您就不要再多想了。所幸有惊无险，皇上龙体安康，已是大幸。朕不是为此事烦恼。今日张军说的很有道理。太祖皇帝历朝以来，崇文抑武是有道理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100个文臣贪污纳贿，都比不上一个武将作乱，危害更大呀。皇上是不相信朝里的大将军吗？朕的江山稳固，必须靠他们，所以朕不得不信。但若全信，对江山社稷的危害将会更大。那皇上现在有何打算呢？朕现在还没有想好。不过日前，金营传来消息，要与朕议和。朕在想，与其让那些武将们打打杀杀和金人纠缠不清，倒不如和金人暂时议和，平分天下。你说这样可好啊？这种朝廷大事，臣妾怎么知道？臣妾进宫前只是一个卖豆腐的。卖豆腐好啊，等朕老了，牙齿咬不动了，就天天吃你卖的豆腐。皇上，你又取笑臣妾。所谓与子偕老，不就是你取笑我，我取笑你，这样过日子吗？你说能过这样的日子该有多好啊！可惜我能不能等到那一天，很难说啊。皇上，朕的江山来之不易，朕真不想像太祖皇帝那样沦为孤魂野鬼。朕要安安稳稳地和你守住这江山，守住江山，就能过太平日子。朕发誓，朕宁可错杀忠臣，也不会再让像淮西兵变这种事情再次发生。姚公公，请回去向皇上请罪。臣有罪，有罪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真晦气。公公，你慢走。公公，你慢走。
官人，你这可是欺君之罪呀！被发现了，那可是要满门抄斩的。从吴国城到临安，这一路之上，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活得像一条狗一样，被晋人拿着把柄，被皇上呼来喝去，这种日子我受够了。事到如今，只有赌一把，要么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要么永世不得超生。那皇上一定恨死你了呀！皇上，他对我的态度，先齐之，后爱之，又疑之。现在起，我要让他拒之。哎呀，这死老鼠，跑哪儿去了？这是，嘿，咦，刚刚还在这儿呢。臭老鼠，跑哪儿去？官人，还不快帮忙找找啊！跑哪儿去了？这是。你还想逃吗？谅你也挑不出我的手掌心去。哎呀，你还在说些什么呀？这，你抓住了？秦相国，我特地请人从波斯带回一只猫来，这样以后就不用怕老鼠了啊！哎呀，好漂亮的猫啊！哎呦，哎，张大人，快坐。我去给你们做些酒菜。夫人，啊，恭喜秦大人！啊，皇上命我请你入宫面圣，我就说嘛，皇上一定会再次启用你的。哎，你赶紧收拾收拾，咱们走吧。啊。现在皇上已经开口了，莫要错过良机呀！啊，你可知皇上找我干什么？皇上现在要议和，正是用人之际。他若不重用你，重用谁呢？皇上现在遇到了难题，这才想起我。若是让他轻而易举地见到我，有了解决之策，难免他日后还会将秦某弃之敝履。皇上几次三番召你入宫，你都借过不出，难道你就不怕掉脑袋？来，咱们边吃边聊。再一，再二，未必有再三。秦大人真的就不怕皇上从此彻底的把你打入冷宫吗？张大人，若是一个人腹中饥饿，他不会把嘴边的肉扔掉，就算它是老鼠肉，吃下去也会甘之若饴。张大人，这老鼠肉的味道怎么样？看来你还是不够饿呀！啊！秦桧，一个罪臣，他以为自己是谁呀？
朕想用他就用他，不想用他就不用他。现在倒好，变成朕来求他了，他倒把自己当成诸葛亮了。他究竟什么意思？难道让朕求他吗？皇上息怒，都是小人办事不力，还请皇上恕罪。其他人有何看法？皇上，没有一个折子是有用的，全是废物。皇上，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娘，你身子不舒服，没事，我喂您喝点汤。不用了，娘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我看到了张勇，想起了我唐寅老家，想不到这次南下竟是永别。娘，您一定会回去的。你不用安慰我了，我自己知道，人老了就这样了。昨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们一起去看皮影戏。娘，娘，我记得小时候，您最爱带我去看皮影戏。每月的初一、15，村口就有人来演皮影戏。我跟你搬着一个小凳子，坐在台下看。哎呦，你看的是如痴如醉呀！等到戏完了，人散了，我们娘俩还舍不得走呢。一晃都20年了。菲儿啊，娘，等娘走了，你要把娘葬在高山之处。娘，您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。活着回不去了，死后我希望能日日望着家乡。张勇说庐山就很好。喝点水。娘，有没有舒服点儿？将来能回去的话，把我的灵柩和你爹葬在一处，老家没人了，你爹的坟头长满了杂草。
太有意思了，有意思啊！哇，真不错！好，耍的真不错。好，真好。最喜欢吃新鲜的核桃，娘每次想你就剥一颗，攒着攒着就攒了这么多。来，你来吃一颗。
你出门是尽忠，回了家是尽孝。自古以来，忠孝不能两全。一般来说，这个“忠”字是忠于君父。那娘在想，为什么不能把这个字扩大一点，忠于的不再是一个皇帝，而是仁义、执念、仁义之事、仁义之功、仁义之战，为仁义而忠，为仁义而弘道，甚至为仁义而杀身。这报国的国字，那不单单是指大宋而言，指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之国，指的是人与人之间能和平相处之国。朝廷以仁义为政，三军以仁义为师的泱泱大国。你的忠，你的国，也许在眼前，也许在未来。娘，孩儿会记住你的教诲，千里相送，终有一别。您在此入土为安，好生安息吧。爹，爹，你这是看什么呢？提防新围，必有雨。鸡斗牛女，雨蒙蒙。爹，别开玩笑了，你看这天上满天的星星，明天怎么可能下雨呢？看着吧。哦，对了，皇上那边有什么情况？哎，皇上整天大发雷霆，骂那帮大臣都是酒囊饭袋。哎，你说，关键的时候连一个给皇上出主意的人都没有。岳飞呢？爹，我听说他老母去世，他上庐山守孝去了，估计这会儿也没工夫搭理这事儿。这么大的事，他不会坐视不理。他爱理不理。哎，你想想，现在皇上考虑的不是战和和的事，而是怎么和。眼下皇上正好没了方向。爹，现在皇上是最需要你的时候。爹，你看看什么时候去见皇上啊？皇上，你怎么了？还在为议和的事烦忧？皇上为此事，食不知味，夜不能寐。这样下去，可不是办法呀。不如这样吧，臣妾带皇上出宫走走，皇上觉得怎么样？是啊，娘娘说的对，皇上整日忧心忡忡，老奴担心皇上积郁成疾，不如出去走走看看，多大的烦心事儿，没准儿就都豁然开朗了。好吧，朕就听爱妃的话，赶紧去准备。是。
爱妃啊，你可知道，朕第一次看见你，就是在一个像这样的地方。10年了，时间过得真快。当年王渊、康吕2个人，竟然背着朕胡作非为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不过万幸，他们2个人终究算是恶有恶报。但是这件事情至今仍让朕心有余悸。过去的事，就不要再提了。臣妾已经忘记了。你不会还恨朕吧？恨过，可是恨一个人太累了。好，怎么下雨了？来，朕带你找个地方避一避。来。下去看看，出了什么事？是。皇上，听口音应该是从北方逃过来的。连年征战，那儿的百姓好多都躲到南方来谋营生了。真可怜，有家归不得，有田种不得。当年的汴京，八荒争凑，万国咸通，繁华之极。如今啊，朕唯一的心愿，就是保全江南之地，再现汴京之盛景，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。这次议和能够成功，天下就太平了。臣妾相信，皇上一定能够做到的。这次议和事关江山社稷，可是，在朝中这么多的大臣，朕居然是无人可问。唯有秦桧脑子还算聪明，却屡次3番托柄不见，让朕如何是好啊？10几年前，臣妾从父亲手中接过豆腐摊子，生意惨淡。一天，有家酒楼让我们供应豆腐，我们都很高兴。这可是一笔大买卖。可偏偏这个时候，黄豆贩子说要涨价，没有办法。既然答应了酒楼，我们只好先高价买下黄豆。虽然这笔生意我们赔了本，但这个缓兵之计却让那家酒楼非常相信我们。之后，他们让我们常年供应豆腐，我们的生意也因此渐渐有了起色。爱妃这个豆腐精，还确实有点道理。皇上取笑了。姚公公，皇上，秦桧他现居何处啊？在城南，离这儿不远。皇上，就在这儿了。
哎，秦大人，皇上来了还不出来见驾呀？秦大人，秦大人，皇上，秦大人他死了。死了？前2天他吐血吐得好厉害的，他死了。皇上。皇上，不知皇上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请皇上恕罪。免礼。谢皇上。官人，真没想到，快起来，皇上来了。皇上，微臣给皇上请安。秦桧有事远迎。官人，平身吧。谢皇上，谢皇上。秦桧啊，没想到你堂堂相国，居然沦落到如此下场。唉，这怪朕，让你受苦了。微臣惭愧，让皇上挂念了。哦，朕给你带了一些名贵的草药，保证会药到病除。秦爱卿乃是朝廷的栋梁之才，要赶紧好起来啊！谢皇上，谢皇上。哎，快坐。皇上也坐。哦，请。宋今又在商谈议和之时，朕此次前来，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。微臣以为，和则双赢，战则双败。此话怎讲？皇上，真宗皇帝的时候啊，大宋跟当年的大辽立下了澶渊之盟，将当时2个县1年的总收入赐予大辽，换来天下太平。而如今花些许银两，就能收回河南、山西之地啊！皇上胸怀亲政爱民之心，微臣以为不出2年的功夫，肯定就能赚回这点银券。这些道理，朕都懂。然而今人刁难，不但要向他们称臣纳贡，还让朕下跪接旨，简直是岂有此理！是啊，微臣听说，近人他们态度非常强硬，毫无回旋余地。若不答应，恐怕这议和难成。倘若如此，我大宋颜面何存？必须要想一个2全其美的办法才行啊！皇上所言极是。皇上，其实皇上可以以热孝在身为由，不问朝政，
既然不问朝政，便无需接待金使。那么，不接待金使，也就不用下跪了。好啊，朕总算是没有白来。不过，你说金人他们愿意吗？皇上，秦桧愿前去与金人交涉此事。齐相国，你在这里受委屈了，明日就回相国府吧。秦桧，叩谢皇上。谢皇上。谢谢啊，谢谢啊，恭喜啊！谢谢谢谢。秦大人，恭喜恭喜啊！恭喜啊，秦大人！恭喜啊！